内蒙古通辽市土耳基山上，采石工人意外炸出一座千年古墓。打开墓室，惊现红色凤凰棺椁，墓中陪葬品有雕刻凤凰图案的鎏金马鞍，还有团龙图案的精美金盒。墓室地上正面朝上的壁画更是让专家百思不得其解。随后出土的一只高脚玻璃杯彻底颠覆考古专家对这座古墓的认知。这座古墓的墓主人是谁？为什么他能使用凤凰图案的棺椁？接下来就为大家揭开土耳其山上炸开的古墓之谜。开始之前老规矩，加个关注，点个赞。偷偷告诉大家，长按点赞2秒可以触发特效超级赞哦。这一天，采石工人正在土耳其山上紧张的作业，伴随着一声巨响，一片奇异的石壁成功地引起了工人们的注意。经验丰富的采石工人一眼就认出，这些石壁不是天然形成的，上面明显有人工打磨过的痕迹。这荒山野岭的，谁闲着没事在石壁上刻东西呢？一时间，采石工人们议论纷纷。这石壁后面不会藏有什么宝贝吧？很快，土耳其山上炸出来宝贝的这件事就传到了附近村民那里。一时间，前来寻宝的人变得越来越多。采石矿的负责人觉得这件事非比寻常，于是就上报到了当地文物保护局。得到消息后的内蒙古文物考古人员立即赶到了采石矿现场。有着20多年考古经验的考古专家看到这些石壁后，十分肯定地说，这里面一定有令人意外的东西。考古人员立即对这些碎石进行了清理。就在这个时候，十分耀眼的甬道裸露了出来。只见甬道被巨大的石门封死，好像死死地挡住了里面的秘密，不让人们更深入的探寻。专家通过对墓葬的建筑风格初步判定，这里埋葬的应该是一位契丹人。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10几名壮汉费了9牛2虎之力，终于将石门拉开。待他们正要走进墓室时，发现石门的背后竟然还有一道木门。因为在古代有很多的王侯贵族，为了避免外人的侵扰，大多数都会在墓中设有机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们对墓门的周围仔细地检查了一遍，在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才将墓门打开。考古人员借助手电筒微弱的灯光向墓室的深处照了一下，只见墓室中央摆放着一个刻有金色凤凰的红色的棺椁。这一发现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大吃一惊。经验丰富的专家断定，棺椁上能刻有凤凰图案的，那墓主人的身份绝对不简单。在等级森严的古代，凤凰是皇家女性的标志，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拥有的。专家非常肯定地得出结论，这座古墓的墓主人应该是契丹皇后或者是契丹公主。根据史料记载，契丹王国一共延续了300多年，前后有9位皇后，16位公主。那这个刻有凤凰图案的棺椁里面会是哪一位呢？现在唯一能证明墓主人身份信息的就是墓志铭了。要是能在墓室里面找到墓志铭，那这墓主人的身份也就迎刃而解了。为了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考古人员对整个墓室进行了清理工作。随后，墓主人的陪葬品裸露在了外面，有雕刻着凤凰图案的鎏金马鞍，还有团龙图案的精美金器，这些都是价值连城的文物。专家在震惊之余又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这墓室占地面积不足20平方米，而且墙壁上的石块是凹凸不平，处处透露着寒酸。这墓室的建筑风格完全不符合皇族显赫的归宿。更令专家疑惑的是，墓室的地面上竟然还有正面朝上的壁画。正常来说，要是从墓室墙壁掉落的话，壁画应该是正面朝下。这不同寻常的壁画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后来专家对壁画进一步分析猜测，壁画之所以能正面朝上，很可能是因为墓主人下葬时太仓促，还没等白灰干透就画上了壁画，加上墓室里面的环境影响，壁画就顺着墙壁滑了下来。那么问题来了，皇室下葬时一般都是声势浩大的，一般都会提前建好豪华的陵墓，也不至于说死后仓促下葬。而凤棺中的女尸下葬的如此仓促，不得不让人怀疑她生前是否是非正常死亡的。考古发掘工作已经持续1个月了，除了出土的金银器具，没有找到有关墓主人身份的任何信息。然而专家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
他们把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了凤冠之上，因为这里不具备打开凤冠的条件。随后凤冠就被带到了实验室中。当他们小心翼翼地打开棺椁时，却惊奇地发现外棺里面还有一口内棺，内棺同样刻有一只金色凤凰。当你凑近仔细看时，你会发现这凤凰的中间竟然还有一条金光闪闪的团龙。这可让在场的所有考古人员大吃一惊。难道墓主人生前的地位比皇上还高？随着内棺的打开，在凤棺中躺了1000多年的契丹女尸惊现在世人面前。正当专家准备一睹她的真容时，却发现契丹女尸被一层厚厚的纱巾给遮挡了。专家并没有立即揭开契丹女尸的面纱。根据以往经验，专家认为契丹女尸身上的随葬品才是解开墓主人身份的重要物件。随后专家找来了 X 光机，对契丹女尸全身扫描了一遍。除了一些典型的契丹首饰之外，有2样东西始终让专家疑惑不解。第一，为什么契丹女尸的胸部会有那么多的斑斑点点，就像是泼洒出来的血迹一样，无任何规则可言。考古专家怀疑这些血迹般的斑点很有可能跟契丹女尸的死亡原因有关。还有一点就是，契丹女尸的头部有一个3厘米左右宽的阴影，这又会还是什么物件呢？为了解开这些疑惑，专家决定揭开契丹女尸的面纱。这位沉睡1000年之久的契丹女尸终于露出了真容。紧接着，一声惊呼声响彻整个实验室。仔细一看，这契丹女尸的头骨竟然是黑色的。拥有30年考古经验的考古专家猜测，像这种死后头骨发黑、尸体发黑的，极有可能是中毒身亡。这具契丹女尸生前究竟遭遇了什么？真是死于非命吗？ X 光机上面出现的那些神秘斑点又是什么？这些斑点会是导致契丹女尸死亡的原因吗？随后，考古专家又在契丹女尸的头骨上面取下来了一个纯金打造的头箍。原来契丹女尸头上的阴影就是这个黄金头箍。根据考古专家的以往经验，凡是身份尊贵的当官的死后大多都会戴黄金面具，这死后戴金箍的还真不多，这难免有些让人疑惑。对女尸的剥离工作仍在进行中。就在这个时候，专家又在女尸的腿上发现了鎏金的铃铛，紧接着又在女尸的胸前、手臂、手指上发现了价值不菲的玛瑙项链、黄金手镯，还有镶有绿松石的黄金戒指。如此奢侈的随葬品，再一次表明墓主人的身份非比寻常。随着这些陪葬品的出土，剥离工作也进行到了尾声。那些无规则的斑点仍然没有任何的线索。正当考古专家对最后一件贴身衣服的剥离时，竟有一些银光闪闪的液体从女尸的袖口中流出。专家一眼就看出这些液体就是水银，也就是说，那些无规则的斑点正是水银在作怪。随着水银的出现，让专家更加确信墓主人很有可能是被人毒死的。随后也就出现了2个问题：他是生前被水银毒死的呢，还是死后为了防止尸体的腐烂被人灌进去的呢？因为女尸出土时头发也保留了下来，通过专家对头发的化验，得出的结果却让人很意外。头发上的汞含量竟然是骨头的3倍。这一化验结果也证明了墓主人不是生前被人毒死的，而是当时契丹人用来防腐的一种手段。为了弄清楚墓主人的身份，专家把重点放在了金箍上面。通过翻阅相关历史资料发现，原来契丹王国是有戴面具下葬的习俗的，而这种戴面具下葬的习俗也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专家猜测，这座古墓中出土的头箍很有可能就是面具的前身。这样一来，墓主人生活的年代很可能在契丹王国初期。据史料记载，在契丹王国初期，有一个叫阿保机的公主，她的死亡原因和这具契丹女尸比较吻合。随后又出土了一只高脚玻璃杯，它的做工精湛，晶莹剔透，比现代高档酒店用的高脚杯还要好上几十倍。通过专家的鉴定，这只高脚杯并不是来自中原，而是出自西域。
这些都表明墓主人和阿保机公主是有联系的。遗憾的是，因为没有出土墓志铭和一些关键性的证据，所以无法证明墓主人就是阿保机公主。也许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等相关技术成熟了，墓主人的真实身份也就会被揭开。你对契丹女尸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记得长按点赞关注一下，咱们下期视频再见。